Today, I'm stepping inside a place where most people never get to see. The factory where e-bikes are actually made in China. From raw materials to fully built machines. We are about to see how these things come to life step by step. And trust me, some parts of this process surprised me. 只要能去的地方，它都能到。Let's go inside, guys. Alright, guys, so here we go. We are here at an e-bike company out here in China, and today I want you to come along with me. Let's see how e-bikes are born here. This factory right here, man, tell you what, they make some crazy e-bikes just like you're seeing right here. The speed on this electric bike is crazy, and I can't wait to let them show you step by step what goes into making this e-bike what it is right now. So I'm here and I'm going to meet the boss of this place. 你好，老板。你好，你好，你好，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啊！对，老板会讲英语。老板，我想问一下，你开这个工厂是多长时间啊？大概13年。13年。对。哇，那么久。哇，那我想问一下，我第一次来就是 e-bike 的工厂，我想让你介绍一下你们怎么做一辆就是 e-bike。首先，我们的所有的车子基于的就是这个车架。我们这个车架是申请过外观专利。外观的。对。然后我们把车架设计好了过后，其实我们也是委托到外边去给我们加工。哦，是这样。然后外边的加工完了过后，然后我们就拿回来进行一个组装的一个过程，然后组装车件就在后边。哦，是这样子。你刚刚说的是你们发到国外，哪些国家比较多呀？我们现在像这个车子，主要的是出在美国，还有南非，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巴西。巴西。对。哦，是这样子。好，那你们公司里面有大概多少人啊？30号人。30号人。对。哦，是这样子。Okay, guys. So without wasting my time, I'll let the boss take me on the inside and then see how they make this e-bike that you see just right here. 好，那老板，你可以带我介绍一下你们公司里面是怎么样的，然后你们一辆就是 e-bike 你们怎么国产的？好的，那我先带你们去看一下我们这个单车是怎么做成的。好的，好，这边跟着我们这边走。你们工程是多大？我们这边大概有3000个平方。3000个平方。对。然后这个是1楼，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上面的一个储存线。哦。就是说我们把所有的就是电机还有圈，这些全部都储存在上边。哦，是这样。而且这上面是一条流水的流水线。哦，是这样。对。然后配件的话，我要问一下，你们配件都是在这边做，或者配件是从别的地方来这边，然后安装在这边？现在我们整个行业啊，全部都是把配件按照我们的技术要求，把它们在外边100%的加工好，然后我们再拿回来进行一个组装。哦，是这样子。对。好。包括我们这个。刚开始，比如说从这边开始编圈，那你们第一开始是用这个开始吗？对。哦，是这样子。是的，就是说我们，比如说上边的一个花果，然后用这个辐条，还有这里的这种圈，然后把它用这个进行把它给编起来。像这个是一个技术活，我们这个师傅大概弄这个大概有10年了，所以说他的编圈技术还是可以的。那老板，我想问一下，有很多就是公司在全世界，为啥你想做电动车或者 e-bike？其实首先是我们对这个行业还是比较看好。
第二个是我本身也比较喜欢做这个事情，就是说我们其实也比较喜欢骑这个电动自行车，特别是这个越野的电动自行车。我们你看车间里面所有的车型都是基于这种大功率的车型，因为这种大功率的车子怎么说呢？能给我们去一些去不到的地方。对，去不到的地方。是，那应该是这些e-bike 也可以上坡什么的，是不是？对。哦，我们这个车子在我们这个城市，只要能去的地方，它都能到。哦，是这样。对。Okay, guys, so you go first. So this is the first process. Let's go to the next process. 下一个是哪一个？下一个我们圈子编完了过后，然后我们又在这里进行一个校圈。校圈的目的就是要保证这个圈子它在转动的时候左右的摆动，不能超过我们标准是2毫米，然后我们在这个圆周上面的一个跳动也是一样的，不能超过2毫米。调整完了过后，我们又要保证这个圈的在这个开裆的左右又刚好又在正的中心点，所以说一般的对这个调圈的这个技术还是要求还是比较高，很高，是不是？对。哦，好的。在很多国外，像这个基本上都做的不太到。然后我们下一步工序就是装胎。这边装胎的话，第一个是我们先把胎预装到这边，然后再用机器把它给装起来。哦，是这样的。所有都必须放这个上面。对。哦。放这上面的话，它有2个好处，就是说它可以验证一下我们到时候装胎的时候会不会漏气。因为在更大的目的是因为这个地方必须要有个空间，要合理的利用起来。我要问一下，气节在你们的公司有多重要？其实车子在中国做车子都不难，关键就是每一个工序要做到位。因为特别是像我们这种功率比较大的啊，包括每一颗螺丝都要锁得很紧。哦，是这样子。那你们每个e-bike你们会测一下吗？就是说每一款到了最后，我们都会做2遍的测试，一遍是他们在线上的一个测试，到了最后我们还要路测。路测的话就是把这个车子整体装完了过后，我们要因为这也是我们为什么选择1楼的原因，就是说我们要整个车子都要到1楼，到外面去大概骑个1公里回来。1公里。哦，是这样子。对。然后呢，我也想问一下，就是你们公司这边，有什么特色的？因为我知道会有很多e-bike 的公司，你们公司有什么特色的？这个问题你不用现在说，你先介绍什么都你们的那个国产介绍完，然后告诉我你们特色的东西在你们就是你们工厂里面，可以吧？可以啊。OK，so let's get it。那边下一道工序就是打这个碟盘。而且我们这个碟盘也是特别厚的。这个也就是说，你为什么它其实这个车子它讲究的就是说什么样的速度，配什么样的碟盘。我可以试一下。可以。Look at that. Man, this is hard. Damn. 你们什么都装完，会是大概多重？50公斤。50公斤。对。哇 ，that is heavy actually. Cause only this one. 下一个的话就是到了我们还有一个预装的环节，就是这一个车把。我们这个车把是把这个
所有的配件全部都拿回来进行的，这是下面的一个预装。这种就是，而且我们这种仪表，像这些都是外购回来的，外购回来了过后进行一个，首先就是进行一个预装，装在上面。等会儿入装到车架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全部都套起来。然后入装完了过后，基本上就会放在这个架子上面进行一个。这个是电子的，是不是？这个是对，就仪表display。OK。这个材料是什么材料啊？这些？这个是 rubber 橡胶。rubber。I see。而且这个都是油压的刹车。我想问一下，这些就是材料什么的，正常的话，一个e-bike可以用多长时间？其实除了这个转把，有的时候是个易损件，其他的话基本上都能用个3到4年都没有问题。因为像这个转把，有的时候因为操作的问题啊，或者是因为摔跤的问题，就会损坏。其他的时间段的话，基本上这种不会太多。这个容易坏的话，你们有什么就是配件啊加给他们啊？因为3年4年以后，这样会有问题的话，你们也可以配这样的。对，而且像这种在我们海外的时候，他们像这种基本上都是一个通用件。很多国外的一些小朋友们，他们都自己都会改装。是这样。对，而且我们自己也提供了更高级一点的那种就是 DIY 改装件。是这样。对，好的。好。Alright, so there you go. You realize the e-bikes go through a lot of processes, some with manpower and all of that, for you to get a full e-bike. And we're not even done with the process yet. We're still going through it. So be sure, as at this point, if you don't like the video, be sure to like the video, subscribe if you're new. Let's get it going, guys. 这些是直接放上面，或者是怎么？把这个胎装完了过后，直接就放在上面进行到时候储存。那边那个车架也是这样的，这边是车架的储存过来。它的好处就是可以避免车架跟车之间的碰花。那这些都是已经做好了，需要就是加电池就可以了。线下那不没有，还没有那么快。这一道其实这个工序是很复杂的。所以说我们这一套集成线也是我们自己设计的。设计了过后，然后去委托外边进行加工。加工完了过后，它里面的整个里面的电路图，包括这些东西，我们都是使用的就是那种快拆，然后易维修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我们这个坏掉了，然后直接就用这个进行一个快速的进行一个维修。对，然后这个刚好还有带着，主要的就是有防水。对，因为我们这个是个户外性的产品嘛，所以说这个防水，然后快速的更换，这个是我们车子的一大特点。所以说我们紧接着这一道工序就是把这些线进行布好，这就是整个车子的一条主线。
而且我们这个车子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内走线，所以说内走线的好处就是它整个在骑行的过程中，它会这个车管子就会保护好这条线，不会被就是比如说我们在林道里面的时候就不会被它磕到碰到。包括我们这个地方，你看这个转弯的地方都进行了一个铁丝的一个加强的一个保护。穿好了过后，然后我们紧接着下一道工序就是油刹。明白，就是刹车。刹车就是这个刹车是油压制动的。明白。我们这条线都是有3星，2星是红色的，然后3星是黄色的，然后这种5星是这种有颜色区分的，所以说基本上它都有一种叫防呆，就是不会差错那种功能。包括你看这个3星跟这个3星之间，它都是有不一样的端口，所以说它就是可以盲插。这个ebike都是黑色的，或者你们也会做别的颜色的？目前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是一个颜色的在做。我们这款车大概有4个颜色。有黑色，有橙色，还有紫色，还有一个是绿色。对。那有客人想要几台，就是500台、300台什么的，你们也会做吗？然后看它的选择、它的颜色什么的，你们可以帮他们做这样子吗？其实电动自行车行业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可以定制的，包括车子的所有的配件，还有车架的颜色啊，包括电机的大小，就是说功率的大小，还有前叉的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定制的。这样子。目前这一款的话，是我们自己在海外仓，就是说在美国海外仓，然后定制的一款产品，就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定制的一款产品。对，明白。客人的话，基本上他都有比较，就是说他们也会按照他们自己的包括颜色呀，所有的 logo 啊，包括这些前叉的一个大小啊，还有各个品牌都可以，他们都可以进行选择。这个就是我们在这台车的一个控制器。这个控制器的话，我们是经过了将近有5万次的一个老化测试，而且我们这种控制器的话，现在基本上可以做到叫零售后。而且更换起来也是相当的方便。所有的这个控制器这一块的话，也是一样的，可以进行一个快速的快插的一个结构。这样的话，就是说在更换的时候会比较方便。而且这个端口也是一样的，是进行一个有防呆的一个功能。这个电机线的话，你看这个接线的方式也是一样的，黄色对黄色，然后绿色对绿色，然后这是说也是一样的，以每个颜色进行一种，就是说防止就是说每个地方都做了一些防呆的测试。就不会有装配的时候会发生错误。这个车我们在美国卖的也还不错。这个是哪个款的？这个是我们一款叫黑武士。那这边是也可以放东西，或者放电池这边？对，这个里边是可以放很多。比如说你的工具包啊，还有自己的一个休闲的产品，而且这里边的空间是很大，可以放很多产品。那就是你们公司不是做一款ebike会做几个款？我们公司开了10几年，大概
前前后后生产的产品可能有100多款。哦，那就是每年会改，或者看选择改或者什么？对，我们今年主推的就是4、5款产品，因为现在的电动自行车它已经都快成了一个快消品，所以说我们为了赶上这个时代的节奏啊，大部分呢都自己备了大量的物料，所以说我们自己当下比较热销的产品，我们都会在美国还有在其他的地方，就是说备了很大的货，然后就客户只要一需要，我们就把它发到海外仓，然后就大概通过3到5天的时间吧，就可以发到就是客户的手上。客户的手上，哦，是这样子，哇，我自己很喜欢这个ebike，哇塞，感觉做的很好。你看 ，the size are compact， you know you can keep things here，you know， 这个我感觉有很多好处，这个可以放你这东西坐这边，你们看 ，you see that， you know。It feels like a role model, you know. Yeah, so it's pretty cool. 老板，我想问一下，就是客人买，你希望就是每个客人买你们电动车之后，你希望他们感觉什么？第一个，我们作为电动自行车来讲，希望我们的电动自行车啊，能给客户带来就是真真切切的，让他能感觉到我们的车子能适应它的场景，包括我们的车子，比如说在任何个地方要保证它不会坏，不能掉链子，这个是我们的唯一的，就是说最基本的一个需求。第二个就是说能够激发出他们对这个车子啊还有运动的一个热爱。但是我们的车子最大的特点就是说动力很猛，对，而且就是不容易坏。对，所以说很多人他就对我们的这些车子，不是大部分都不是用来代步的，大部分都是用来感觉骑起来激发别人的荷尔蒙。明白。最近有很多就是西方人，或者有很多人就是有这个想法说，中国的产品或者中国的东西比如说电车啊或者 ebike 啊，最近很容易着火。你们 ebike 是有这样的问题吗？或者你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做 ebike 是什么？哦，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这个产品，首先第一个着火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就是说只要你品质用得好，材料用得好，基本上着火的概率基本上是0。市面上有一些着火，它有几个问题引起来的。第一个，它就是充电器会用错。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有的时候他们就是说有一些市面上有一些不法，就是说他们用了一些比较低质的电芯，而且还是那种甚至有人用上了那种回收的电芯，这样的话就是给客户的体验就造成了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只要我们的电池用上了就是有带过 UL 认证的这个电池，基本上起火的概率就不会有。而且我们这块电池啊，基本上都是所有的电池从排版到设计的时候都是满足 UL 认证。所以说我们这个电池它起火的概率就基本上比较小。你们电池有什么不同的？你可以给我介绍一下吗？其实我们电车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速度够猛，然后加速度够快，然后我们每一款车子的话，都让你骑行了过后啊，都感觉想出去爬一下山的感觉。你看其实我们的车子，而且最大的特点就是把它这个车子正常的他们的车子大概在70多公斤，我们把这个车子设计成了50公斤。而且性能又是很彪悍。所以说这个车子最大的特点就是第一个是轻，第二个是动力猛。这个电池是多大？这个目前是60伏32安的。大概可以跑60-70公里那个样子。60-70公里。对。
哦，那你们最大的电池是多少？最大的电池是那一台，大概是60伏，45安左右。45安，能跑100公里。100公里，对。哇塞！这一款的话，就是市面上走量特别多的，而且这款主要是放在他们汽车后备箱里面的一个产品。这个主要是我们在巴西的一个客户，他给我们就是说每个月都会做个几百台。你们每个月会安装大概几辆ebike？我们每个月大概做2000多台。2000多？对。哦。好，那现在的话可以就是回复我的那个问题。你们公司里面或者你们ebike上面有什么特色的？我们的不同点，刚才其实也很讲究了，就是说我们的每一款车啊，都是我们的一个私模，而且每一款的所有的主体，包括这些东西，全都是我们拥有自己的专利。哦，像这种造型，还有这种造型，包括车子上面的每一个零件，都是我们自己绘制的图纸，然后自己找外面就是开的一个模具。基本上这里面的所有的车子90%的都是我们自己设计的图纸。Wow. Alright, guys. So you got it for yourself. These are the e-bikes. Here they got different types, and I would love to try at least 2 of them. I already tried the first one. It was just a rough ride, but I'm going to try about 2 of the types that they got here, and then I'll tell you how they feel. So be sure, join me. Let's do this, guys. Let's go. 然后这个地方按下去就是双驱，然后这个抬起来就是单驱。哦，灯也很重的，就是 strong。这个车检测。哦，可以吧？展示一下。Strong, man. 力子搞的是 heavy。好，叫他们慢一点。Okay, now let's go for speed. You know what? I've not set it to the highest, but I think it's really good. This is still in process for them to, finish up, kind of arranging it up. But so far, it's looking good. Good thing you can put your stuff in here. I think this is very compact. Yeah, this is pretty cool. Let's go back and try another one. Let's go. Woo! 这个100也可以放水，应该没问题吧？或者是怎么样的？我们的ebike是这样的，就是说它涉水，它也是有一个深度的要求。就是说我们这块的话，第一个轮子以下的这种水，就是说以轮子以下的这种水在下面是完全性的没有问题。哦，是这样子。对，就是所有的车子，它这个以轮子的这个地方沿着这个位置泡在里边都没有问题。但是，电池的话会有问题。电池它是因为它不能进行泡水，但是它可以就是淋雨，就是说放在外边进行一个淋雨是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对。短暂的泡水是没有问题，但是不能进行长期的泡。Alright, so you got it for yourself. 这个是我感觉是很 powerful 的，知道吧？那你们也会给一个头盔，或者客人也需要买，或者就是客人他想订很多的话，你们可以配头盔吗？是这样的，就是说头盔按照当地的法律来讲。就是说，每一台车子骑行者都要佩戴头盔。但是头盔它属于车子的一个附属件，
就是说，一般的头盔的话，我们因为有包装的问题，它不好放在车子里面，所以说很少有厂家就把头盔作为一个赠送件附在车子里边。好的，就是我们的车子就没有配头盔，对，而且头盔它的款式很多，它分大号、小号、中号，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匹配。他们自己是要买。对啊 ，OK 啊，老板，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的话，就是 e-bike 在全世界，不是在每个国家，有一些国家就是还没懂，就是 e-bike 啊，或者电车啊，或者啥的。你自己感觉5年以后，这些 e-bike 的公司或者 e-bike 的事情会是怎么样在全世界？至少是在美国还有欧洲，这几年的话，那个e-bike市场啊，它是基本上都是每一年以20%的增长，而且就是前10年吧，就是说e-bike大部分都是在欧洲地方兴起，然后5年前的话是在美国兴起，这2年的话在南非。还有南美洲，还有甚至我们的旁边的巴基斯坦这些地方都已经开始特别喜欢我们国产的这种电动自行车。明白。然后呢，我知道就是中国的话，就是已经很多人已经懂了。我自己也用那个电动车啊，我自己也想买一个就是 e-bike 啊，感觉中国电车然后。e-bike 或者电动车的问题，你们已经就解决了，我也希望就是非洲啊，就是有一些地方他们还没懂就是 e-bike 的事情，慢慢就是他们会理解，就是 e-bike 也是很重要的，知道吧？其实确实是 e-bike 能够给我们那个生活带来很大的一个便利的一个程度，而且现在的话，国际的这个油价越来越高，然后这个其实出行，特别是 e-bike 的出行成本，基本上可以用零成本来讲，对，所以说这也是 e-bike 为什么在这种短途出行啊，还是能够就是横扫全球的一个原因。是的 ，Yeah, so you got yourself electric vehicles, e-bikes. It helps us, like it's not a bad thing. We're using a lot of oil, pollution and all of that. And I'm a big fan of, electric vehicles, e-bikes, electric scooters and all of that. And I think that it is the future. So that'll be it for now. Until then, I'll see you in the next one. And specifically for this video, if you need any of these e-bikes that we showed you, be sure go check the description or the comments in this video and you'll be able to get one for yourself. All you got to do is to order it on the link that will be in the description, and you should be able to get it in the next 2-3 days at your location. And also in Ghana, Nigeria, in some part of Africa, we bring in thousands of these electric bikes and some electric scooters to your country. So hold on for a bit and we bring in some more in your country. And if you want to buy these electric bikes and electric scooters in big quantities, be sure to check the description as well. You should be able to email the team here or my team, and we'll be able to link you up to the company for you to be able to come do your special brand of e-bikes. So that will be it for now. If you've not liked the video as of now, please do like the video, subscribe if you're new, and until then, peace and blessings to everybody. Let's go.抖音的话，绝对能爆火。对，你拍了没有？拍了吗？我看没拍。